给迪士尼公司改车是什么体验？为了进一步提升西海岸车厂知名度，杨哥托自己的朋友将迪士尼的改车项目包到了自己手里。为了体现出足够的诚意，他亲自去迪士尼公司洽谈。他们这次的主题是给电子世界争霸战设计车子，用来给电影做宣传。此刻大家所在的房间里面全是电影的周边玩具，看起来科技感十足。就连见多识广的杨哥在这里也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那叫一个眼花缭乱。了解了这次的方向之后，设计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，他们要以奥迪 R8 为底板，在此基础上去创作，风格上要和电影一样，充满科技感和未来感。另外，这辆车会出现在电影的首映礼上，届时很多明星都会到场，所以车厂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其实杨哥在参观了那个房间之后，心里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，要想达到迪士尼的要求，车子必须在灯光上下功夫。具体的计划是这样的：先采购一辆全新的奥迪 R8， 然后在表面镀一层铬。这一步听起来很容易，就好像重新喷漆了一般，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麻烦，需要用到大量的化学药剂进行反应，对于车厂来说是很大的考验。其次就是灯光方面，车厂会专门邀请电脑高手设计一套可编程的 LED 灯，将它们安装在水箱罩和进气口处，让车子充满神秘感。至于轮胎方面，负责人特地交代要和电影里的无轮毂的风格一样，当车子在行驶时就像漂浮在空中。为了达到这个效果，杨哥打算采用定制的透明亚克力材质轮毂，内部也来一套 LED 灯光，这就是奥迪 R8 的设计思路。杨哥从公司负责人的手里拿到了车钥匙。说实话，这个配色的 R8 确实很帅，就算不改装，外观也足够炫酷。杨哥把车子开到车厂后，召集所有的员工，让大家务必拿出12分的精神来改车。究竟是一辆什么车子，能让这么多人把它围得水泄不通？当幕布揭开的一刻，人群瞬间疯狂。这是一辆极具未来感的奥迪 R8。对于西海岸车厂来说，这次的改装既成功又麻烦。上级杨哥把员工聚集起来，给他们定了一个目标：2周内完成这辆奥迪 R8。这个时间还是很紧迫的，大家先是一起把车身套件都拆掉，接着经理找来了一位技术人员，对车子的轮毂进行测量。之前杨哥说要制作无轮轴式车轮，但大家都没有相关的经验，2周内根本不可能完成，所以他们打算仿制一个。唯一需要担心的一点就是亚克力材质的强度，不知道能否承受得住 R8 的重量。不过这次改装的重点不是轮毂，而是车身上镀的一层铬。此刻车厂里的所有员工都动员起来，对车身的套件进行打磨。总负责人也没闲着，他邀请了专业玩个金的老板来指导这次的工作。根据老板的介绍，幻彩铬金其实是一种真银色，夹在2层烤漆之间，最里面的底漆风干之后，在表面来一层银色硝酸盐。这一步利用了相关的化学知识，看来要是不好好学习，连修车都做不了。做完这些，车身会马上变成铬金色，最后在外面上一层透明漆用来保护。大致的操作步骤就是这样，老板保证在1周内就能完成。正当大家要开始各自的工作时，杨哥从一旁走了过来，同时还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，那就是首映礼提前了1周，在本周6就要开始了。这意味着员工们必须没日没夜的加班。不过为了按时完成任务，大家并没有什么怨言，他们把车子推进漆房上底漆。没想到意外再次出现，机器里的丙烷没有了，这意味着无法对油漆加热并喷漆。如果今晚车子底漆上不了，那最后就无法按时交货。此刻车厂陷入了一片混乱，大家纷纷出门寻找替代材料，最后在隔壁修车厂借到了半罐丙烷，这个也能撑一段时间了。他们赶紧回到车厂喷漆，给上面来了一层白色底漆。等到风干之后，拿着4把装满化学药剂的喷枪，直接喷洒到车身表面。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原本纯白色的车身瞬间变成了闪亮的银色，这炫酷的造型吸引了所有人来观看。你绝对没见过这么帅的奥迪 R8， 它全身镀了一层铬，并且内部加装了变色灯带，我想没有人会不喜欢。上级奥迪 R8 只有车架镀了铬，接下来还有车身的套件。4个人拿着喷枪同时开始，只用了不到5分钟就完成了。在等待风干的时候，员工开始在车身安装灯带。线路方面还是很容易的，但装上去之后有些部位灯光不亮，需要从头开始排查，估计还得花费不少的时间。而此刻在经理这边，他驱车来到了定制轮毂店，原本以为就可以取货了，可没想到他们也只是刚拿到原材料。老板带着他进到工厂参观，他们已经做好了2个这种材质的亚克力板，看起来晶莹剔透，像是一整块水晶，而且强度也有保证，完全能支撑 R8 的重量。老板让经理回去等候消息，估计第2天就能给他送过去。此时在车厂这边，员工们要给车子第2次喷漆，负责人紧张地站在外面等待，生怕这一步出现差错。此刻在漆房里面的是车厂内最顶尖的喷漆高手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最终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。风干之后，大家把车子推出去，用砂轮机进行简单的处理，现在车子就差最后的收尾了。员工们用吸盘将挡风玻璃拿起来，小心翼翼地装在车上。这时轮毂店老板突然来到了车厂，他把制作好的轮毂送了过来，
透明的中心看起来非常科幻，到时候配合着灯带，一定会产生非常好的效果。东西到手后，大家开始组装。不过之前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，车子还是没有完成。杨哥过来检查情况，结果竟然发现挡风玻璃裂开了，这算是非常严重的事故了。他非常的生气，不过也不方便对大家发火，因为这周员工们都在拼命的加班，所有人都很努力，但首映礼肯定是去不了了。挡风玻璃暂时也买不到，交车时间只能再往后延迟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有一名员工居然有点高兴，因为这能给他制作轮毂架腾出更多时间，让工作可以轻松一点。他用机器焊接了一个圆圈，固定在刹车盘的外圈，这样就成功的把轮胎固定了上去。而这辆车也总算是结束了。员工们趁着夜色将车开了出去，这效果简直帅呆了。要是它能量产，绝对是爆款。次日，车厂将28运到了相关的会展，尽管没能参加首映礼，那么这个会展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当幕布揭开的一刻，车子瞬间成为全场的焦点，之前合作上的不愉快也一扫而空。西海岸车厂再次证明了自己